前短后长是这款发型修剪的一个重点要素，前后呢一定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家浩，今天呢我们会延续上一款发型的一个分区，然后在那个基础之上呢，我们把它剪得更短一些，剪出一个狼发，也就是一个自鱼头的一个效果。首先呢，分区我们还是一样，找到头发的顶点与中心点的1/2处，然后呢把它划分到耳点的这个位置，把它前后先分开。固定起来。另外一边呢，相同的一个方式。后区还是一样，找到前面的转角线，划分至后面枕骨点与黄金点的1/2处，把它连接起来，延伸到另外半边。头发把它提起来，拉高之后呢，分区线才会看得清晰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分区，从头顶这个位置开始，同样中间取一片发片，角度还是一样，我们会垂直地面提升。垂直地面，也就是我分区线的这个位置是垂直地面，实际上前面这头发已经大于垂直地面了啊。这是我们的提升角度。我们从前面开始修剪，这个长度呢，我会选择梳子的1半的这个长度，把它剪掉。剪完之后呢，这个长度现在会比较长，它落下来呢可能会在眼睛以下的一个位置啊，明显是比较长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层次的一个落点。那我们现在留的这个长度呢，是给我们等会儿呢再去修剪它的一个刘海呢留有一定的一个空间。侧面的头发还是一样提起来，还是一样剪一个均等层次。当我们剪到转角线这个位置以下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剪一个直角去除，因为我们不需要下面头发太长，所以呢我会把角度拉低。如果我们拉高，下面是不是就会放的比较长？那今天呢我们不需要它比较长的一个效果，拉到水平地面。把它梳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们来到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90度提拉，剪一个均等。那实际上下面头发呢已经到转角线以下了，这个没有关系。然后我们再把它水平地面提拉起来，从转角这个位置开始往下，这里呢剪一个直角去除，放下来。我们一样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形态，这样你会发现我们鬓角的边缘线呢，包括刘海这个形，初始的这个形就已经有了。当然呢，这个刘海呢是比较长，尤其是中间的一个位置。那刘海的位置为什么中间会长呢？那是因为人的发际线中间是高点，前侧点是凹面。当你把它提起来的时候呢，它一定会中间长，两边会稍微短。那如果是客人的话，可能前侧点呢会更加明显，会更短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刘海的长度呢先把它设定出来。刘海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剪到眼睛以下，头发呢可以让它分过来，也可以把它剪到眼睛以上，让它自然向下梳理都可以。这个长度呢，我把它选择剪到眼睛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在剪客人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调整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发现这边稍微长了一点点，我把角度呢再降低一点，把这个角呢把它抹掉。我们来开始定刘海的一个长度，把刘海提起来，把它梳到你的手上，然后呢看到眼睛的这个位置，把这里长的部分呢把它剪掉，拉起来还是一样，我会剪一个方形，把下面边缘线比较虚有角的部分呢都把它剪掉。
把刘海包括脸基线这个轮廓呢，把它剪出来。这边呢也是一样，角度微微的降一点，连起来。这样呢，我们的刘海以及我们的一个脸基线边缘的一个形体啊，就已经剪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剪后区这里的头发。后区头发呢，我会采用先剪层次，再定它的一个长度这样的一个方式。还是一样，我会以前面这里的头发呢作为一个引导，把它划分一条，跟随上面分区线的一个划分线。这个角度呢，你如果把它拉到垂直地面，你会发现呢下面就会放的比较长。那如果你拉到90度，下面呢相对来说呢就会短一点。如果带到头皮90度，带到这样子的一个高度，如果往上越往上，下面是不是会放的越长？那这个呢，我不把它留得太长，我选择把它带到90度这个位置，头皮90度，这样呢下面呢就不会特别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带到头皮90度这个角度，接下来所有的头发我都会集中到这一个点，头发梳顺。看一下，继续再往后。这里的角度提升跟之前前面这里呢是一样的，头皮90度把它提起来。大家看一下，头皮90度。我们看一下下面这头发是比较轻柔、比较薄这样的一个感觉。最后呢，这个长度你可以把它剪得再短一点，也可以去保留，这样前后对比越大，这个发型呢相对来说呢会越酷。当然呢，它也会越挑人。我们来到另外一边，还是一样，跟随这条划分线划分出它的一个发片，第一片，同样带到头皮的一个90度。我们这个期的线上课呢，剪的所有的发型呢，它的都有非常强的一个规律性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款发型通常和上一款发型呢，它都会有很强的一个粘性在这里边。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呢，也是有助于大家去学习，也是为了便于大家呢，让大家能够学得会。漏了一束啊，把它提起来。梳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头发既碎又长。那我们在平时如果是拍一些宣传片的时候，拍一些大片的感觉的时候呢，这里的头发通常我都会保留，甚至的把它稍微烫下，做一些弯弯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酷的。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大对比呢，可能一般的顾客呢是不适合或者接受不了，所以呢，等会儿呢我们可以把这下面这地方呢把它剪得短一点，比如说你把它剪到白色底座这个位置，或者白色底座这个上面这个边缘都是可以的。这样呢，它的一个发型的一个适应性呢会更广一些。这个东西呢，它都是因人而异啊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呢去调整。还有我们把后面比较长的这个部分呢，把它修剪一下，中心线1分为2。把它提起来，这里呢我们一样要剪一个去除，如果角度低，它就有一条线会比较正。那我们现在呢不需要它比较正，提起来，保持这里呢是一个水平地面呢，它就会是一个去除。把它提起来，看一下这个长度剪出来呢，我觉得是比较 OK 的。那我为了让大家方便看到呢，我把它转一下，平时的话你直接这样提起来剪呢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度。
这个长度呢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你如果想再短，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剪得再短一点点，我可以把它再去掉一点。实际上它是一个方形的一个切口，只不过用的是点剪。然后呢，再往上提带到划分线、发际线中间这个位置，水平地面再剪，再把它带到分区线这个位置的水平地面。那越往上，实际上剪掉头发呢是越少的。到这个时候呢，几乎它已经剪不着了。像现在的这个长度，这个感觉呢，一般的客人呢他就更容易去接受了。来，另外一边，这边呢，我们从后面这个视角来看一下，还是一样把它提起来，水平地面，以这边的头发为引导。这边也是一样啊，平时的话自己直接这样去剪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像我这样转一下。我这样呢是为了不挡住大家的一个视线，更便于观看。然后呢往上提到中间这个位置，再去一下，再把它往上提到分区线的这个位置，再来一下。那我这个位置刚刚剪的是不是一个方形线？那你剪方形线边沿这个地方呢肯定会有角，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头发的转角这个位置这个角呢把它提起来去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这个位置把它呢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把这个转角呢提起来，有的剪就剪，没得剪的就不要去剪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的我们的一个下区的一个头发呢就已经剪好了，这种碎碎的这种尾巴就已经出来了，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剪上区的头发。我们先把这些特别长的部分呢剪掉。这个头发同样上下区呢，它是一个不连接的一个层次。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同样我会从中间这个位置开始，会取一个垂直的一个发片，剪一个方的一个去除。也就是说，我所有的头发呢都会垂直地面来提拉。先剪头发的前半部分，提起来。那如果我们以前面刘海这里头发为引导连接去剪呢，那整个头顶呢都会比较短。那如果我们不需要头顶太短的话，我们呢可以把它放长，不要与它连接。那我的长度，我的选择这个位置呢，我是剪掉梳子的一个1/4。当然头发剪多少呢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。那按照我剪这款发型的一个经验，我剪掉梳子的1/4，相对来说呢它是比较保险的，就是说它形体呢最终它肯定呢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垂直地面提升，切口呢剪一个方形面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剪后半区，相同的一个方式提起来。
这边呢也是一样。剪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横向拉起来，交叉检查一下。有的剪呢，我们就剪了；没得剪的话，就不用去剪了。这里呢有一根漏掉了啊。我们把头发梳下来，还是一样，边沿比较长的头发，我们把它稍微去掉一点，像这些位置啊，我们把它梳好，可以看一下，明显这个地方呢有点太长。然后呢，把它提起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还是一样，不要和下面这个头发呢连接。我只是把这个比较长的部分呢，把它去掉，也可以用点剪。去掉完之后呢，我梳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型是 OK 的，那就这样。这个头发呢，通常呢，我们是不会把下面这个鬓角呢把它覆盖住的，是没有覆盖住这个鬓角的。另外一边，我们把所有头发都往前梳，刘海上面部分呢会有一些头发掉落下来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选择把它剪掉，把它全部往前梳。侧面这里呢也是一样，把它剪掉。我们头发的一个初始轮廓已经好了，剪完之后湿发的时候的一个状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它吹干。吹干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头发精修一下，还是一样会参照我们修剪时候的一个分区以及流程。头发呢，我会把它提起来，点剪，还原切口。这样呢可以了，我们不需要把它剪得特别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边缘这些比较碎碎的用刀尖把它过一下，简单的带一下就可以了。后区一样把它分开。提起来还原切口，我们这个地方刚刚是提升90度啊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拉起来还是一样，会是一个90度。我们来到另外半边，相同的方式提起来。
上面呢还是有一点厚，我提起来，靠近发针的位置呢再点一下。脸基线这个边缘的位置还是一样，我会用到刀尖，把这些特别碎的头发呢把它轻轻的抹掉，把它带掉一些。耳后这里呢，如果看起来呢很明显的不干净，也是一样，可以把它剪一下。把上面的头发放下来，同样呢点剪发尾，发尾明显比较实，先把它点一下，点完之后呢明显还是比较厚，那就往发针的位置呢再剪一下。这刘海的看着呢很厚很齐，我把上面头发拨起来，把刘海呢也是一样，把它点剪柔和一下。我角度这个时候呢我会放低一点，因为刚开始呢我是提高去点剪的啊，但是发尾的地方呢并剪不到，因为刚开始我们剪的时候先提的高，最后又降低定了刘海的一个外轮廓，所以呢外轮廓呢也要把它降低，否则你是剪不着的。如果你喜欢这种齐的感觉也是可以的啊，如果觉得它太齐了不喜欢，那就把它点一下，让它呢柔一些。当然你也可以剪一些锯齿状的不规则的刘海。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，这个刘海我点剪完发尾之后，是不是看着就比较柔和、比较自然了这样一个感觉。然后呢，把上面头发呢放下来，把它呢点一下。我们的修饰手法呢都是非常简单的，结构只要剪好了，这些呢只是附带的，没什么太多可修的。发尾只要柔和一下，把细节的部分呢把它处理一下，其实就好了。检查一下，大概看一下。如果这个头觉得太圆，我们可以把转角的位置呢把它收掉，像我们之前呢是一样的，把它提起来，靠近发根，但是呢不要贴头皮，表面呢不要去剪。把几个转角线的地方呢剪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样呢头型呢会更好的收进去。这个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头发呢更收一些，让这几个转角的一个位置，而不是说为了打薄而去剪它的。我们把它擦一些湿发品打理一下，让头发呢更有质感一些。尤其是在镜头里面，你去拍照的时候，如果不擦一点湿发品呢，头发的质感呢会要差一些。
那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呢是完全可以不用去打一些湿发品，也是可以的。当然，这款发型的风格呢，它也可以把它打理的很凌乱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款发型已经完成前短后长，是这款发型修剪的一个重点要素。前后呢一定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，当然前后的对比越大，这个发型呢它看起来它呢会越个性。通常来说，如果客人的接受程度呢不是特别强的话，我们可以剪现在这样的一个视觉对比，它既有对比呢，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大的这种。然后下面的头发呢一定要看起来轻薄一些，但轻薄不要让它看起来碎，如果太碎它就没有质感了。另外呢，上面也是一样，它是饱满收紧这样的一个效果。这是我们完成后的一个正面效果。那我们从正面看呢，一定要很清晰看到两边这里穗尾的一个头发啊，这两边这里的头发呢是不能把它给剪短的。另外这个刘海呢，我们剪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自己去设计它的一个长度，可以比它长，当然呢，你也可以选择比它短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们会员频道新增精选课程，欢迎大家加入。